别用黑色染发剂，致癌效性最强。刚把头发染黑的明叔听到这话，心里一沉。明叔65岁，自从退休之后，越发觉得头上的白发日益变多，还衬得自己没有精神，老态龙钟。于是明叔定期都会去染黑发，可没想到家人知道之后，特意叮嘱明叔不要染发了，尤其是黑色。染发剂对身体影响大，还会致癌，这下明叔苦闷极了。如果染发致癌，那就不能为了形象，反而伤害了身体。可是此前自己染了那么多次，也从来没听说过会致癌啊，这到底是真的还是谣言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老张，今天这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解开明叔的迷思。下面你将会了解到，经常染发会致癌吗？黑色染发剂致癌风险最大吗？频繁染发对身体还有哪些危害？头发还能染吗？多久染一次比较好？注意这4点，或可放心染发。染发剂产品的使用很常见，有些人还会自行购买、自行染发，这背后存在健康隐患吗？关于染发剂的安全问题，国内外都进行了不少的研究。英国医学杂志就在2020年发表了一项大型前瞻性研究，该研究共有12万余名参与者，经过了36年的时间，最终发现使用长久染发剂可能增加皮肤癌、乳腺癌、卵巢癌、淋巴瘤的发病风险。美国国立研究院同样发现，在1年内用过永久性染发剂的女性，比从不用染发剂的女性，乳腺癌的患病几率高 9%。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团队也曾对男性染发风险进行了研究，通过分析近3万的芬兰男性28年的数据，发现永久性染发剂与男性的前列腺癌症相关，前列腺癌患病风险可显著提高 77%。 空军总医院皮肤病医院院长刘伟表示，染发剂之所以可能损害身体，与其含有的化学成分有关，尤其是苯二胺类物质。这种物质一方面具有致敏性，另一方面有动物实验发现可能引起基因突变而致癌。北京武警总医院血液科主任李新全提醒，黑色染发剂里面苯二胺类物质重金属盐成分含量更多，长期使用黑色染发剂可能风险更高。总之，染发剂确实可能存在致癌风险，但不必过于恐慌。毕竟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为个人使用染发剂的致癌性证据并不充分，平时1年偶尔染一次，并不需要担心致癌风险。虽然偶尔染发难以致癌，但是染发剂还有其他的危害。首先，染发会伤害头发，增加脱发的风险。染发剂中含有几十种化学成分，对头皮可产生较强的刺激性。频繁的染发可能损害毛囊，出现炎症反应，久而久之，毛囊出现萎缩，头发发生由粗到细的明显变化，脱发也就随之而来。很多人染发之后会发现头发变枯燥了，这是因为染发剂损伤了毛发毛鳞，导致枯发断发。染发时，化学物质破坏角质层，也会对我们的发质造成伤害。其次，染发剂中的强致敏性物质对苯二胺可能引起皮肤瘙痒、红肿、皮炎、水泡等过敏反应。另外，染发剂中的苯类有机物进入人体，还可能伤害造血干细胞，可能诱发血液系统疾病。可见，染发存在的健康隐患并不少。不过，很多人都有染发需求，那头发还能不能染？怎么样的染发频率更安全呢？
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杨淑霞表示，染发不能过于频繁，一般建议每3个月到半年染一次，也就是1年染发最佳不超过2到3次。如果老年人发根再次变白，需要补色的话，也尽量局部补色，染发根就好。不过，老张提醒，虽然可以染头发，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染发。头皮和皮肤容易过敏的人群，患有湿疹、溃疡，已经皮肤出现破损的人群，在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女性，以及肝肾有问题、年纪过大的老年人都不建议染发。要想尽量避免染发剂带来不良风险，除了染发次数要少之外，还应该遵循以下几点健康染发原则。1. 选择合格正规的染发产品。经过审批流程的染发产品，存在一定的安全剂量和成分，引起不良反应的可能性更小。观察染发剂包装。通常而言，国产的染发剂认准国装特次年份 DX 号，进口染发剂认准国装近次年份 DX 号。特别是自己网购染发产品时，更需要懂得鉴别。2. 染发前先做皮试。不少的新闻都报道过染发剂过敏的事件，为了尽量避免，染发前应该先进行过敏测试，将染发膏涂一点在耳后上臂内侧，观察一段时间，看身体是否出现红肿或瘙痒的症状。3. 注意使用染发剂的暴露保护。染发前2天尽量不要洗头，染发时先在额前、耳朵后面、后颈沿着发际涂一层乳液或凡士林，避免染发膏粘在头皮上。戴好口罩、耳套、手套，不要尝试边吃东西边染发，以免染剂微粒子从口而入。清洗时要彻底清洗头皮，避免染发剂残留。4. 不要多种染发剂混合使用。不同品牌的染发剂之间可能发生化学反应，增加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。在染发剂的选择上，少使用永久性的染发剂，尽量选择浓度低的染发剂。临时性和半永久性的染发都是更安全的方式。总而言之，可以不染发，还是尽量不要染发。如果一定要染，那在追求美丽的同时，也要做好安全措施，1年不要超过2到3次。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，智慧养生，我是老张，祝大家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快乐常伴。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